军司令部，日本海军司令部6至015，方向300，68起射，间隔5秒。预备，预备，发，走！预备，发！ 鬼子先锋太厉害了，咱们撤吧！不许撤！前面的步兵需要炮火掩护。营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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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长没事吧？没事，继续战斗！装填，预备，发！我团负责攻占富江大学，你的任务是攻占云山大礼堂。预备。 能听到吗？能听到吗？喂，听到了没有？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喂，听到了，兄弟们，快！喂，喂，兄弟们，喂，报128之仇的时候到了，开始，是，开始，是，开始进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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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治中第9集团军所辖3个师。 其中的第87师、88师是国民党军嫡系中的嫡系，标准的王牌德械师。自1936年改编为调整师后，第一次淞沪两舰。 You cannot cross! Prepare your weapons!
是。我是张志忠，要记住，不要给敌人喘息的时间。好，88师吗？我们就是要把日本人赶出上海，不能让敌人喘息。对。司令官殿、戦況は海軍陸戦司令部により八時橋など20数カ所で中国軍と戦闘が発生。八時橋、港北、太閤紡績工場など支那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支那軍と戦ってるのか。裏を突かれました。相手は準備の整った状態です。大本営に救援を求めましょう。你好吗，江先生？段纳先生，你好吗？ Ver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请坐。委座是不是和孔先生有事要谈？我们已经谈好了，一起坐下，一起谈吧。来，比利时方面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态度很好，已经对9国公约签字国发出邀请，准备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那么其他国家呢？英国、美国和比利时态度很明朗，主张从速召开。其他国家也答复接受邀请。国联对日本违背条约已有定义，他们拒不出席。中国是原告，日本是被告，日本政府出席，等于在法庭上受审。那么苏俄和德国的态度呢？苏联已接受邀请，德国婉辞谢绝，说德国并非9国公约签字国，不便出席。苏联也不是9国公约签字国呀。希特勒和近卫文迷关系不错，说不定德国和日本之间有默契。利益，更大的利益。中国现在就像一个被国际社会所抛弃的孤儿。国际上的交涉不能心急，但这会讨论中日争端，对中国是有利的。我对参会的估计是乐观的。谢谢段纳先生。敌军已经到了这里，我们要加派兵力。报告，说蒋委员长的电报。南京政府要干什么？这个时候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吗？ When an infectious disease becomes epidemic, we all agree to protect the health of all members of society, to isolate the patient. War, whether declared or undeclared, is infectious disease. We are ready to take actions to reduce and minimize the risk of war. But facing the collapse of the world, we realize we cannot be fully protected. Thus, we express the greatest condemnation of Japan
for entering into and expanding into China. 伪作风风火火的把我们从西安调过来，一直在待命，什么意思呀？我们14号刚刚打开的缺口，现在又回到原地，有这么打仗的吗？跟张司令到苏州设行营以来，国防部的策略是对的，我们也看到了先发制人的策略。可是上海只要一开战，日本人立马会增兵。对呀，从日本出发也需要半个月时间，半个月的时间对我们来说多宝贵，为什么要在这等？为什么呀？啊，就是啊。打！传我的命令，各部队17日发起全面总攻。36师，你们在88师、87师之间的天宝路展开攻击。是。8月14日，日军动用海陆空军向我军阵地实施攻击。上午10时，我空军出动，对虹口、惠山码头等处日军据点实施空中打击，并在杭州湾上空与日军交战。我第87、第88师依次向虹口、杨树浦日军发起攻击。其后，第36师、第98师294团先后赶到，我军增强了反击力量。你是空军吗？88师已经扫清了日军的前哨阵地，正在向虹口日军司令部攻击，那里敌人攻势坚固，请求空军配合。司令官殿、17日8時、中国軍が再び攻撃を開始しました。天宝路のあたりが最も激しい戦役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あの地区での戦闘はないと言っていたではないか。先ほど中央軍第36師団が西安から到着した模様です。信濃援軍は呼べばすぐに来るが、我が方は一体どうしたというのだ。我が方は異国での戦いであるため、陛下が兵士を派遣しても内地から出陣するのには2週間ほどかかります。皇軍の栄誉のため、わしは上海の海に眠る。不要走！密路！
ここ何？敵の空軍が。お前たち生け捕りにしてこい。他のこのまま待機だ。はっ。生き捕ら司令官殿！司令官殿！司令官殿！中国軍はまだ攻撃をやめました。台風からの展望です。まず言われ対処を聞ける。第3、第11、その2つの師団は上海で迎えております。以上です。正当战事的天平开始向中国军人倾斜时，一直寄望于国际势力调停的蒋委员长，在8月18日。接到了英、美、法3国政府提出的一项建议，将上海作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军队撤离上海，蒋介石错以为挟制日本人的机会到了，当即向张治中发出停止攻击令。怎么又停下了？这是打的什么仗？你们自己看看吧，委员长亲自发来的电报。我们彻底失去机会了。好，要抓住这个机会。如果美国人出面调停，我们还是愿意和平解决的。史迪威表示愿意为此付出努力，他将说服美国总统。你去告诉史迪威，上海战场现在停下来了，但不能无限期的等待。你怎么回来了4大队在洛阳接到了转场命令，我和乐以琴在前面领航，其他队友马上就到。高大队长，这油还没加够呢，来不及了！告诉后面21中队、23中队，加满油，立刻升空迎战！让开！你们让开！
前。有了。
是5架，对，是5架。猎来了，对，咱们的飞机啊，是咱们的飞机啊，太好了，看到，太棒了，对，是我们的飞機。はっきりつく。高隊長の新田だ。直ちに戦闘停止。完せよ。戦闘停止。完せよ。シナゴー軍第4大隊長機です。老子行。隊長，隊長！中国空军万岁！Amazing out there! Fantastic! Yeah! Give them the champagne! It is time to have a celebration here! Stand back! Alright, here we are! Yeah! 兄弟们，我就舞台去了！ご無沙汰しております。五郎健一君か？ああ。とりあえず中へ。いや、僕らは親しい仲だ。今日来たのは重要な知らせがあるからだ。君は警察のリストに載ってしまっている。一番いいのはすぐに日本を離れることだ。五郎健一君。いいかい。日本全土が病んでしまっているんだ。どうかなさったの？五郎健一という青年を覚えてるかい？うちのサロンによく来てたんだ。覚えてます。彼は警察だったんだ。え？彼は私が警察のリストに載ってしまったことを教えてくれた。お母さん、お母さん、リンゴを洗って食べてもいい？ええ、いいわよ。どうやら日本には住んでいられなくなったみたいね。だが8月13日、中国軍が我が海軍陸戦隊に発砲し、我が居留民に迫害を加えておりました。犯罪者を厳罰せよ！目には目を！シナ政府は大日本帝国万歳！ In this place, no one seems to care about the cause of the war, and even less so about its outcome. They don't seem to waste a single thought on it. They are distorting the nature of the war to deceive the Japanese people and the whole world. This country is moving towards militarism. Nemure, nemure.
眠れ眠れ母の手に眠れ眠れ母英子、早くお休み。明日は神戸に行って家族とお別れを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明日のことを思うとなかなか眠れません。私たちは家に入れてもらえないかな。家には入れてもらえると思います。うちは礼儀作法に厳しいから何も言われることはないはず。心配なのは私を理解してもらえないだけでなく、あなたを理解してもらえないこと。一番嫌なのは何の感情もない形だけの対応をされること。まるで近所の人が来たみたいに迎えられたら英子、行くのをやめたら。できません。私は娘なのだからちゃんと挨拶をしないと。たとえ叩かれると分かっていても行かないと。まだ何の親孝行もできていないのだから。どうぞお入りください。あなた様はこちらでお待ちください。英子、おじいちゃんとおばあちゃんにご挨拶しなさい。おじいちゃん、おばあちゃん、こんにちは。お腹が空いたでしょ。何か食べさせてあげなさい。お父さん、お母さん、ご無沙汰しております。そういう思いはもうとっくに捨ててしまった。お前は私たちにとってただの同じ国の人に過ぎないと言い聞かせてきたからな。だが今度ばかりはその関係もなくなってしまうのか。お前は彼の国へ彼と一緒に行くのだろう。はい。彼の仲間も大勢帰っていきました。帰
帰って行って日本と戦うのか？いいえ、違います。日本の警察が彼の行動を見張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ので。それは仕方がない。私たちは戦っているのだ。彼は敵の国の人間だ。監視されて当然だ。ですから彼は日本を離れたいのです。あなたも一緒に行か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の？はい。なぜ？私はあの人の妻だからです。正直に答えて。あなたはあの人を愛しているの？愛して。あの人を説得して日本で聖戦に参加させるのはどうかしら？中国人はそのよ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せん。お前はどこの国の人間だ？お前は日本人であることさえ捨ててしまったのか？私は日本人です。ならお前は残れ。残っていればいつかはいいことだってあるはずだ。お父様のお立場も考えて、白浜家は由緒ある家柄で天皇陛下の親民よ。聖戦が布告されたばかりで日本の子々孫々にも関わること、お国のために突き進んでいくしかないの。決してこれには逆らえないのよ。あなた一人のために白浜家がどうなってしまうか、あなたにはわかるでしょ？私の夫は間違っておりませんし、夫の国も間違っておりません。あの人についていくしか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もういい。わかった。に親不孝とは思わなかった。一人の中国人のために親に口答えするなんて。口答えするぐらいの方がよろしいですわ。それぐらいでないと白浜家の血筋とは言えませんもの。なのに私たちは冷たすぎましたわ。国家に比べたら個人の愛情なんて些細なもんだということを彼女は分かっちゃいないんだ。
なら私たちの家族への愛情はどうでしょう。誠の愛は言葉では語れませんわ。時が解決してくれるといいのですけど。誰だ？無礼者！どこから入ったんだ？我々大日本帝国はもうすぐ出征の時を迎える。あんたらも準備はできてるのか？俺の長男と次男はすでに戦場で散った。今俺の三男はあなた、誰にでも家族がありますわ。この酔っ払いにも、あの小さな子供たちにも、うちの英子にも。こんな戦争のご時世で我が子を咎めるのは。老毛，老毛啊，老毛啊，你这是没睡呢，还是刚起呀？哎呀，哪能睡得着啊？在想你的定稿怎么样？改动大吗？咱们之前讨论的呀，是抗日的8大纲领，我呢又加了2条。哦，加了什么？1条是统一战线，1条是抗战到底。1条是统一战线，1条是抗战到底。那就是说，现在是10大纲领。对，抗日的10大纲领。10大纲领，好，可以开会了。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10大纲领。在全国全面抗战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洛川会议为动员全国人民长期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指明了方向。第1点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日断交，驱逐日本的在华官吏，逮捕日本间谍，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否认对日债务，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所有条约，收回日本租界。家屋とその沿岸各地を防衛するため、また隣人と東北3省を取り戻すために、我々は徹底的に戦う。日本帝国主義を我が中国から排除し、一切の妥協を否定する。非正のいいことだ。第二、蒋介石は宣戦布告もせず断交もしないと言っていたが、共産党の第一声は日本と断交ということか。第2点啊，全国军事总动员啊，动员全国的陆海空军实行全国抗战，设立经常的国防会议，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我们要支援东北的抗联抗日，破坏敌人的后方。第3，全国人民总动员。全国人民除汉奸以外，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日的自由。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行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由和自治的原则下，
共同进行抗战。全国动员。第四，改革政治机构。那就是全国灭亡。4. 改革政治机构。5. 抗日的外交政策。6. 战时财政经济政策。7. 改良人民生活。8. 抗日的教育政策。9. 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 抗日的民族团结。什呢？您在听吗，委员长？本来你不是常提醒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吗？人们都在议论，说南有宁庐山讲话，北有毛泽东的纲领。真要是国共携手的话，一定能把日本人驱赶出中国。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吗？不是，这……好了，放在这里，我看看。就好像是他毛泽东在领导抗战啊。Personally, I noticed that the president's speech in Chicago was the signal, I think,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organize the anti-Japan alignment. Possibly, the economic sanctions would be carried out to us. Even if you stop providing the oil, the steel, the rubber, and those other kinds of materials, we could still get support from Italy, Germany, and Southeast Asia, or even get them from the Soviet Union. Your Excellency, we don't want our friendship to collapse. If there are bad things happening, it is only because there are dissident voices in our friendship. I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that you are criticizing Japan's expansion. If America is against expansion, then why are the Indians and Mexicans so angry with you? It is true that Japan's expansion is coming later than the ones in the US and Europe. The Indians and the Mexicans are different. We are bringing them into an era of civilization. Without that, they'd be still using slash and burn to farm. It will be impossible for us to endure a Western countries, governance in Asia, or a communistic China. We do not seek to plunder, but to make a sacrifice. That we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our goals, the Japanese people must endure great misery. Dear Ambassador Matsuoka, we are friends for many years, and I will not evaluate your point of view. But you are right about one thing: to suffer. And if you go this way, you will suffer.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下面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宣布命令。同志们呐，根据我们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结果，我们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8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同志任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任副总指挥，叶剑英同志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
政治部呢也改为八路军政治部，由任弼时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萧劲光同志呢为留守处主任。由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朱德同志宣布各师师长的任命。命令任命林彪为115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任命贺龙为120师师长，萧克为副师长，任命刘伯承为129师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向右看齐，就贴这儿，贴这儿，帮我按一向下。前看，好，可以了。上，立正。哎，同志，这儿不能贴啊！为什么呀？我们要喝水啊！我们贴不妨碍你们喝水啊。那你也不能贴这儿啊！同志，我们先喝水再贴标语不行吗？我们在执行党的10大纲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知道重要。你这人横什么呀？你穿上这衣服怎么这个态度啊？就是因为穿上了这个衣服，我才这个态度。战士们马上就要上前线了，你们能不能讲讲道理？我们先喝。我们怎么不讲道理了？别吵了，怎么回事？旅长，他说先贴标语，不让我们喝水，就这么回事。我看见这白皮衣裳，就不想让他们喝水。你是嫌弃这身衣服啊？大家早晚都得穿上。陈旅长，对不起，现在部队换装了，我们有些同志心里不适应，有些情绪。我们的意思是，现在党的10大纲领发表了，这是和喝水吃饭一样重要的。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政治部宣传队的王新兰同志。你说的好啊，咱们学习党的10大纲领，就要和喝水吃饭一样重要。换件衣服不算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心是红的，我们是白皮红心萝卜。向右看齐。那我看你就帮他贴标语吧。是。旅长再见。好，再见。给我吧，搭把手。这还差不多。贴这儿吧。好。来，贴这儿吧。首长，您是哪里人啊？不要叫我首长，叫我肖华吧。肖华，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啊哈，不可能吧？你说你们要上前线了？当然要去前线。那要打仗了？当然要打仗，而且打胜仗。我们去那边。哎，走。我党的抗日救国10大纲领公开发表以后，社会各界的反应非常强烈呀，真是群情激昂啊！看来全国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了，这在中国政治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以前我们和人家争论要不要抗日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啊不用再争了。但是我们如何能赢得抗日的胜利呢？却依然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确实如此。就拿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10大纲领来说吧，这第1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估计南京的蒋委员长是能够接受的。第2条呢，全国的军事总动员，他应该还可以同意一半。可到了第3条，全国人民的总动员，这蒋委员长就要摇脑袋了。这个蒋介石啊，和我毛泽东一样啊，都是信上帝的。不同的是，他蒋某人信奉的是西方的上帝，是美国、英国的总统、首相们，所以他在政治上寄期望于外国的施舍，在军事上呢，实行的是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而我毛泽东的上帝呢，就在中国，是那些最普通、最广大的人民百姓。只要能唤起民众，依靠民众，实现
政府和民众一致的全民族抗战，我们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可是，在南京的国防会议上，像蒋介石那样信奉西方上帝的人还是占了大多数的。对于我们的意见，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这就需要我们的八路军勇敢地走上战场，用我们的战绩来回答那些个怀疑派。主席说的对，我们120师目前在富平一带改编，预计5日内可实施开拔，由直川镇渡过黄河到达山西。我们129师主要是由原红四方面军的战士改编的，他们比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要晚一些，成分也比较复杂。我们计划一边整编，一边开展思想教育工作。这些同志们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队伍，中央对于129师的工作是充满期待的。你们啊，应该要尽快的完成出征前准备工作。主席、老总，我们129师这就去准备。那我们就先回部队了。主席啊，林彪的115师也已经准备完毕了。哈哈哈，那我们去送送啊！哈哈哈，走走。全体都有，立正。报告，115师奉命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昨天刚改编完，今天就要开赴前线了，大家辛苦了。哎，同志们士气怎么样啊？同志们士气很高，就是有些战士不愿意穿上新军装，他们嫌帽子上有个国民党的帽徽。你们要多做一些思想工作，让大家认识到这是新形势的需要。林彪，听说你的干部也有些牢骚和意见啊？情绪是有一些。首先是军事部署上的，我军以往的军事原则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可这次中央军委却要求八路军主力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梯次出征，连我这个师长手边也只剩下1个旅，这怎么能够形成足够的打击力呢？这是第一，还有第二吧。红军的军事素质是众所周知的，过去我们曾以运动战的方式整师的消灭国民党精锐部队，现在也完全能以运动战的方式打击日寇。可现在军委却要求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而且作战任务也只是支援和配合而已，这实在是让我说来说去啊，其实就是2句话：想当正规军，不想当游击军；想打运动战，不想打游击战。我们也是为八路军的荣誉着想，如果不集中兵力打几场漂亮仗，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变成了游击军，这样恐怕会辜负了全国人民的期望啊！是啊，从正规军变成了游击军，从正规战转为游击战，这是个困难的转变，但这个转变却是必须的呀，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中国抗日战争的坚持和发展，也关系到我党的前途。现在我们的对手是十分凶悍的日本军队，我们目前基本只能发挥钳制敌人的作用，从而支持正面作战，同时抑制一下国民党上层的失败主义情绪。现在中央政府已经转向抗战，可是广大的民众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到这场战争中来，这就成为国家现在的弱点和我们未来的任务。所以仅靠正规军的作战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我明白了，八路军不仅有军事上的任务，还担负着动员民众的政治使命。八路军的方针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但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不仅要在战场上拖住敌人，还要在敌后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
林彪同志啊，多保重。是，多保重啊。是，保重，保重。出发！立正！照灯！他们连夜行军，赶赴韩城，东渡黄河，正式投入到抗日前线战场。韩城啊，那是太史公司马迁的故乡啊。我看八路军此行也必将翻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啊。第115师作为八路军出师抗日先遣部队，从陕西省三原镇出发，率先奔赴山西，进入华北抗日前线。松井将軍は首都南京を攻撃することを主張しておられる。しかし上海では戦争があり、事態は緊迫しておる。そこで我が国も2個の精鋭部隊を送るつもりだ。松井将軍にはその部隊の統帥をお願いしたい。よろしいかな。松井岩根を上海派遣軍司令官に任命する。昭和12年8月15日。Wow. 海伦女士啊 Haven't seen you for a while. Where have you been? Please sit down. 谢谢。Where have you been? I haven't seen you 好 for 久 a 没 few 见， days. 您去哪儿了？我们的部队正在改变，很快就要上前线了。我去看一看。 I just went to have a look. And what's your view now on the war in Shanghai? 上海的战事您怎么看？日本对于上海发动了进攻，标志着侵华战争的继续。上海是中国通往内地和国外的枢纽，也是日本进攻世界的开始。 I don't understand though. Why would the rest of the world care if Japan is only attacking China? 进攻中国为何是进攻世界的开始呢？海伦女士啊，你可以把我的话带给你们的美国总统。日本现在攻打中国，之后就是攻打西方在亚太的殖民地，最后呢，一定会攻打美国的。 And will the Soviet Union join the war? 苏联会参战吗？西方人始终认为世界的中心在西方，所以呢，他们的目光也总是盯着西方。 东方发生的事情，他们不太在意。我认为，苏联的眼睛应该盯着德国。
但是日本也是一块心病啊。日俄战争，俄国人吃了不少苦头。我想这个仇啊，俄国人早晚要报啊。这是基于他们的利益和民族的性格使然。所以，俄国人一定会卷入中日战争。But what is national character? 民族性格怎么讲？俄国人有一句话，很具有代表性。苏联的土地虽然十分宽广，但是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You think in the end China will win? 你认为中国会赢吗？海伦女士啊，我今天是来看看你，不是来接受你的采访的哦。These cigarettes are for you, please. One last question. 烟是送给您的，但请您再回答个问题。看来呀，我这毛泽东的话，还不如你一包烟钱哦。No, no, your answers are valuable. 您的回答很宝贵，请。好啊，那我就收下了。哎呀，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中国人民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And how long do you think the war will last? 战争需要多久呢？按照我的时间表，10年吧。10 years. Really? That long? 真的会那么长？谁要想速胜，谁就注定了速败。日本人曾经说过，想3个月灭亡中国。我看这个人说话，还不如一根烟钱呢。I actually heard that Shanghai wasn't doing that well. 可上海打得并不好啊。上海不是打得不好，而是指挥得不好。不管怎么说，中国只要打起来，那就是对的。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老话：东方不亮，西方亮。Oh, wait, Chairman, I still have more questions. 从陕北来之前，毛泽东同志就谈过中国抗战的前景。中国人民一定胜利，这是必然的，但是要经历一条漫长的路。我们料想，就算蒋介石真心抗战到底，上海也难守得住。所以，只能沿着长江后撤。党决定派你到大后方重庆去，在那里建立我们的一个联络站。我相信将来一定能用得上。要记住，长期隐蔽。是，长期隐蔽。在电台侦听中，我们发现杭州湾一带有日本谍报人员的电台在频繁的活动。你的意思是，杭州湾可以停靠大型战舰，日本人会不会在那里展开登陆行动呢？你们要继续侦听。是。如果发现情况，要及时报告。是。这关系到上海的安危。下去了。是。科长。局长，您要的名单找到了。太好了，快给我准备飞机，我要回南京，亲自向老头子汇报。情况都属实吗？情况都属实，校长。另外，他们在侦听中发现，王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与日本外交部有密切联系。不要惊动他们，但要密切的关注他们的动向。是。
先日上海派遣軍松井岩根大将から増援要請の電報を受け取りました。さらに3個師団を増援することを要請いたします。閣下、上海にはすでに4個師団が投入されており、さらに3個師団を投入すると合わせて7個師団20万人を投入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品には10以上もの上海のような都市があり、したがって200万人必要となります。さらに都市よりも数十倍広大な農村があり、これを管理する人員も必要となります。特に申し上げたいのは、我々の主要な敵はソ連であり、今戦っている相手は2番手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1番手のソ連はまだ対岸の数を決め込んでおりますが、今は上海のことを協議しているのであってモスクワではない。増援するかどうか議論しましょう。石原作戦部長は才能あふれる戦略家であり、日本の北進問題に注目している。石原部長にはソ連に近い満州に行き、ソ連の問題の研究に当たってもらいたい。了解いたしました。9月9日，日军沿军公路、淞沪公路和乐浦罗店一线发动强大攻势。9月11日，第15集团军右翼阵地被突破，遂退至罗店以南狮象公庙、浏河一线预设阵地。第9集团军亦转移到北站、江湾、庙行、温枣帮右岸一线预设阵地，与日军形成对峙。我が派遣軍は8月22日川佐港に上陸をした。もともと1週間で上海の戦いは決着するはずであった。だが宝山で我が軍の前進を丸9日も抑えて、その9日の間に4000もの皇軍が命をなくした。よく見ろ、笑ってい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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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ぞ。こやつを連れてきたのは諸君の怒りをさらに振り起こすためだ。日露の戦いの時、大和民族には死を恐れぬ勇敢なる精神があった。しかし今では中国の軍人の中にも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これではどう見てもこの甲板に立っている我々が能なしで、倒れているこいつが英雄ではないか。起步走，零点，向左向右转，起步走，快来并进，马路开。
是国民革命军第18军98师293旅583团第3营中校营长姚子清。昨天，他和全营官兵在与敌寇血战9天之后，牺牲殉国，其志气之壮，此事之烈，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那边是宝山，是罗店，是英雄们战斗过的阵地，是烈士的丰碑。现在，我们要把姚兄弟送回去，送回到他的阵地上去安葬，去和他的弟兄们永远在一起。夺取宝山，夺取宝山，收复罗店，收复罗店，夺取宝山，夺取宝山，收复罗店，收复罗店。总司令，我以您的名义拟了份电文，报告了伪作，我军已夺回了罗店。张治中无语、无泪，更无颜直面身前身后倒下的死不瞑目的将士。张治中决意辞职，作别淞沪战场。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死敌，他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全国已经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现在宣誓。第120师、129师，随后也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征。八路军指战员昼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形成了日军进、国军退、八路军披星戴月上前线的抗战局面。同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刊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1937年9月16日，日军对南京进行了第一次轰炸，66架日军飞机分2批飞临南京上空。肆虐的轰炸中，6朝古都承受了旷世摧毁。委员长，还是赶紧进防空洞吧，危险的。Darling， 夫人，你怎么出来了？来了一份通报。哪个来的？日本上海海军司令官长谷川清。日本海军航空队以南京系中国军事活动之主要根据地，自为消除中国军队之敌对行动，早日结束目前敌对状况起见，将于1937年对南京以及附近中国军队及一切华军军事工作及活动之主要建筑予以轰炸及其他行动。日军已经轰炸了南京，马上将这一情况向延安汇报。好的。罗夫啊，老毛，你看看，日本已经开始轰炸南京了。轰炸首都，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件天大的事。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保卫首都。日本，这是想毁灭我们中华民族啊！战事越来越临近首都了，怎么办？准备迁都。南京不打了？你说南京打不打呢？打或不打，首都搬迁关乎军心、民心，这个弯子不太好转。这也足以让民众知道，我政府与倭寇抗战到底的决心。要让全体民众知道，日本是在亡我民族，首都可失，国之将存。只要我民族不亡之心尚存，不在乎首都在哪里，所以打也是为了顺利的迁都。可是往哪儿搬呢？这个早有准备。淞沪会战爆发那天，刘湘就让子文带给我一封信，希望国民政府迁都四川。哦，这个刘湘倒是很仗义啊。昨天他还发了一份正式的电文，希望国民政府尽快的前往成都。为了表达他的真心，也是为了让政府放心，他力排众议，决定全体川军出川抗战。罗副同志，你看我们要不要跟南京的恩来同志发个电报啊？好啊，首都的迁移是件大事，我们共产党啊，要积极的配合，努力做好搬迁的准备工作。对啊，我们的办事处也要跟国府一起走，无论他搬到什么地方，我们的办事处也就要搬到什么地方，一定要把抗日的大旗举到哪里去。
好。自古讲，迁都昨天还只是个计划，而今天，上国川钦的报告已经告诉我们，迁都是势在必行。我决定立即成立一个委员会，由何应钦担任主任，顾作同、刘湘为副主任。委员会的名字叫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根据委员长的指示，以下单位先行搬迁：国立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私立金陵大学、中央政治研究院为第一批名单。金陵兵工厂改成21兵工厂，搬到重庆江北簸箕石。20兵工厂、40兵工厂搬迁云南的安宁。负责这样庞大行动的水运力量交给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而故宫博物院13941箱文物，在院长马衡的精心组织下，早已于1933年就搬出了北平，这次也一块搬迁。诸位，眼下瓦东瓦北战事告捷，今天请诸位来，就是要想跟大家商议学校搬迁一事。为什么要搬家？难道战事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吗？战事已起，什么结果何时结束，谁也无法预料。让大家搬迁也是从长计议。我们已经成立了联合搬迁委员会，沿海的工业也要迁走。当然了，委员长最为关心的还是各大高校的搬迁呢。时下政府第一要务就是要转移高校和学生们，这是为国家和民族保留希望的种子。不仅是工厂和学校，必要时连首都也要搬迁呐。只要大家决定搬迁，所有的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搬了也好，日寇进攻天津，对南开持续进行了4小时的大轰炸，校舍被毁事儿小，我多年珍藏的典籍资料和教学设施毁于一旦，确实令人心疼啊。我先表个态，浙江大学响应政府号召，立即搬迁。浙大师生愿与国家共命运。作为浙江人，我为家乡的名校感到骄傲。北大也搬，清华大学也搬，南开也搬，中央大学也搬，大学也搬。辅仁大学陈校长，你的意思呢？我的学生大多在返校途中，作为校长，我要留下来和他们在一起。委员长，仅上海一地工厂就已达1279家，占全国比例1/3以上。目前难民涌动，再加上这些大学生，我们的运力安排，浙江大学不算运力，就是徒步。我要把我的学生带出杭州，搬迁到安全地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你们2位的意思是？我要回到学校去跟校董会研究此事，你们放心，我们会很快讨论决定的。我们也会研究一下的。诸位，尤其是各位校长们，我蒋中正在此拜托大家了。中央研究院有10个研究所，私立女子文理学院也是历史久远，能列入第一批搬迁，政府做得对。中华民族不亡，
首先是后继有人，其次是文化不死。我有一个建议啊，国立戏剧学校也要搬迁，这里有很多精英人才呀。我还要建议田汉、张瑞芳、金山等人能跟我们一起走。贵岛能有这样的见解，让我十分敬重。不，吴先生倒是我们十分敬重的人呐。你的女子学院功劳很大呀，改变中华民族妇女的生存和教育程度，这是改变中国人的根本途径。您可是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啊！司令官殿、重要なお知らせがあります。伏見博義がラテンでの銃撃戦において南京軍の砲撃を受け負傷しました。毎日人が大勢死んでいる。負傷者はどうした？少し事情が違います。皇后陛下、長子様のいとこにあたる方です。ん？